那是1971年4月19日，苏联刚刚将世界上第一个空间站发射到近的轨道，名为礼炮1号。2个月后，也就是1971年6月6日，联盟11号飞船将与宇航员格奥尔基·多布罗沃尔斯基、弗拉迪斯拉夫·沃尔科夫和维克托·帕萨耶夫一起前往轨道空间站。3名宇航员于1971年6月7日顺利登上礼炮1号空间站，并在那里进行了为期3周的实验，例如种植大白菜和大葱，拍摄光谱图星星，并拍摄了一些从轨道上拍摄伏尔加河上冰雪的照片。他们现在是英雄有命，在苏联晚间电视上到处都是。1971年6月29日，随着宇航员的主要任务完成，联盟11号终于从礼炮1号上脱离。3个小时后，宇航员点燃了飞船的引擎返回地球。弗拉迪斯拉夫·沃尔科夫与飞行控制人员开玩笑，并要求他们确保他们传统的欢迎回家干邑白兰地礼物会在着陆点等着他们。在着陆前29分钟，在160公里的高度，炸药按计划发射，将联盟11的轨道中型胶囊和仪器模块分开。太空舱现在是宇航员抵御再入火炉的唯一防御措施，但随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其他模块已被抛弃，成员舱内的压力迅速下降，所有的空气都开始逃逸到太空的真空中。与此同时，任务控制中心不知道情况，试图通过甚高频无线电联系宇航员的尝试遭到了令人不安的沉默，一种紧张不安的感觉悄悄进入了房间。着陆前22分钟，太空舱在进入苏联领空的雷达上被发现。任务控制人员知道，由于航天器仍在重新进入大气层，它将被等离子茧覆盖，因此在此期间无法进行通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太空舱的减速伞自动展开时，重新燃起了对美好结局的希望，然后更大的主降落伞罩也随之展开。然而，机组人员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在着陆前10分钟，直升机机组人员发现完好无损的联盟11在完美的降落伞下轻轻地来回摆动。当直升机指挥官通过无线电通知太空舱安全着陆时，任务控制中心非常高兴。恢复小组在附近落脚，在太空中待了3个星期后，他们距离打开舱门并为宇航员提供干邑白兰地和其他舒适的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在着陆后的短短2分钟内，2名男子的搜救队就到达了联盟11号，然后用锤子敲击船体，让他们知道他们在那里，但里面却没有任何回应。当他们打开舱门时，其中1名救援人员的脸上浮现出一抹不安的不确定。在太空舱内，救援队看到3名宇航员全部瘫倒在地，一动不动，他们的脸上布满了像鱼伤一样的黑斑，鲜血从他们的鼻子和耳朵里流了出来。其中1名太空人多布罗沃尔斯基仍然很温暖，但试图救活他没有成功。救援人员和任务控制中心之间的第一次联系采用了3个数字的形式，1-1-1，这是代表宇航员健康的代码。数字5代表状况良好，4代表状况良好，3代表受伤，2代表重伤，1代表致命。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根据3名宇航员尸体被发现时的位置，调查人员得出结论，多布罗沃尔斯基和沃尔科夫已经从座位上解开安全带，试图找到让空气从太空舱中溢出的泄漏点。健康追踪器显示他们的心率在搜索时飙升，但时间并不站在他们这边，仅仅50秒内，帕萨耶夫的脉搏就下降了，因为他的身体变得缺氧。而在110秒内，3名宇航员全部死亡。调查人员了解到，有故障的阀门是导致太空事故的原因。他们的葬礼规模宏大，举国上下为他们的逝世哀悼。苏联停止了所有载人航天飞行，而工程师重新设计了联盟号宇宙飞船。现在所有宇航员在发射和着陆时都必须穿宇航服。但俄罗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因太空灾难而牺牲勇敢宇航员生命的国家。美国凭借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的巧妙工程引领世界太空旅行，但即使是最先进的航天器也可能出现问题。自1981年4月12日第一次航天飞机发射以来，到1986年1月，美国似乎对航天感到厌倦。美国人已经习惯了看到航天飞机发射。自首飞以来，该计划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但一切都会很快改变。1986年1月28日上午，执行 LCS-511 任务的机组人员登上了挑战者号轨道飞行器。这是一个阳光明媚但寒冷的星期二早晨，在整个美国，人们对这次发射更加兴奋，因为7名宇航员的机组人员包括有效载荷专家克里斯坦·麦考利夫，他是一名平民、学校教师和2个孩子的母亲。他是太空教师项目的一员，
证明了太空现在已经敞开，不仅对顶级枪战飞行员，而且对普通美国人也是如此。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由迪克·斯科比指挥，迈克尔·史密斯作为飞行员，以及任务专家埃里森·鬼冢、朱迪斯·雷斯尼克和罗纳德·麦克奈尔。克里斯坦·麦考利夫的另一位有效载荷专家是格雷戈里·贾维斯。上午11点38分，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起飞。克里斯坦·麦考利夫正在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普通美国人，但仅73秒后，在地面上数百人观看的情况下，包括克里斯塔的家人和一群学生，以及数百万在电视上观看发射的观众，航天飞机爆炸成一团火和烟雾并解体。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提到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事实上，发射前2小时塔上就结冰了。兵队进行的夜间测量记录了左侧固体火箭助推器的温度-4摄氏度，右侧 SRB 的温度为-13摄氏度。然而，这些测量值仅记录在工程数据中，并未报告，因为固体火箭助推器的温度不是发射提交标准的一部分。在我们继续之前，重要的是要知道航天飞机固体火箭助推器由4个部分组成，这些部分在3个循环接头处用螺栓固定在一起。这些 O 型圈用于维持 SRB 的内部压力，这些 O 型圈的任何故障都会造成烧穿，从而导致灾难性故障。这正是正确的固体火箭助推器所发生的事情。起飞时，右侧 SRB 冒出一股黑烟，表明 O 型环已经失效。当航天飞机在空中时，火焰开始从失效的 O 型环中冒出，侧向的火焰像歌剧一样穿过 SRB。价值12亿美元的航天器，其卫星有效载荷和7名宇航员立即失踪。事故的最大因素是寒冷，发射本身是在-3摄氏度的天气下进行的。工程师们知道在如此低的温度下对有形环构成的危险。然而，尽管工程师多次发出警告，航天飞机还是被允许发射。在这场可怕的悲剧发生后，美国宇航局关闭了航天飞机计划2年，因为他的工程师重新设计了航天飞机的许多组件。但这不会是最后一次航天飞机灾难。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是1981年4月发射到太空的第一架航天飞机。航天飞机在首航后又发射了27次，并于2003年1月16日进行了第28次飞行。STS-107 任务的7名机组人员是任务指挥官理查德·道格拉斯丈夫、飞行员威廉·麦库尔、有效载荷指挥官迈克尔·菲利普·安德森，担任有效载荷专家的以色列宇航员伊兰·拉蒙，飞行工程师卡尔·帕纳乔拉，此前曾执行过 STS-87 任务，而美国海军上尉则以任务专家大卫·麦克道威尔·布朗和劳雷尔·布莱尔·克拉克的身份飞行。发射似乎进展顺利，没有任何问题。宇航员们执行了为期16天的任务，并成功进行了大约80项科学和研究实验，每天24小时轮流工作。现在是机组人员返回家园的时候了。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计划于2003年2月1日重新进入大气层并着陆，东部标准时间凌晨2点30分。入境飞行控制小组开始在任务控制中心轮班，在轨道飞行器上，机组人员收起松散的物品并准备重新进入。丈夫和麦库尔开始检查入境清单。下午1点10分，哥伦比亚号机组人员获准进行脱轨燃烧，持续2分38秒。下午1点44分，哥伦比亚号在120公里的高度重新进入大气层。4分半钟后，传感器开始记录左翼的压力大于正常值，但是传感器的数据被发送到内部记录器，机组人员或地面控制人员没有看到它。由于阻力增加，轨道飞行器开始向左偏航。然而，轨道飞行器的飞行控制系统纠正了这个问题，机组人员从未注意到阻力或发生了什么。随后传感器指示左侧机翼液压系统存在问题，左侧起落架轮胎压力下降。当飞行控制员收到航天飞机的最后一次通信时，哥伦比亚号正以每小时20120公里的速度在地球上空60公里处飞行。许多目击者的视频惊恐地看着轨道器解体和解体。那么，哥伦比亚及其船员发生了什么？美国宇航局的中心间照片工作组正在查看哥伦比亚号进入轨道后发射的视频，作为例行审查。直到第二天，当航天飞机进入轨道时，他们才发现一块泡沫从大型外部油箱中脱落并撞击了左翼。碎片管理团队无法确定对左翼造成的损坏，并多次向美国国防部索取图像，向美国战略司令部转达了一项请求。该司令部开始识别可以拍摄轨道器图像的资产。然而，在发现请求的来源后，NASA 任务管理团队主席琳达·汉姆拒绝了该图像请求。
他向飞行主管询问了成像要求，但没有询问碎片评估小组。将轨道器移动到要成像的位置会扰乱正在进行的科学行动。汉姆认为国防部的成像能力不足以评估哥伦比亚左翼的损坏情况。现在事情变得更有趣了，任务管理部门在与哥伦比亚号机组人员的沟通中淡化了碎片撞击的风险。飞行主管史蒂夫斯蒂奇向丈夫和麦库尔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们这次撞击，并且由于之前的飞行中发生过泡沫撞击，因此无需担心损坏。他们还获得了一段15秒的碎片撞击视频，但他们确信没有危险。显然，他们错了。没有人知道机翼受损的真实程度，但哥伦比亚事故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使用航天飞机机翼部件进行了一次测试，并在同一地点高速发射了一大块泡沫。一大块泡沫击中了哥伦比亚的翼，这就是发生的事情。令旁观者惊讶的是，调查人员在向其发射了一大块泡沫绝缘材料后，在穿梭机翼上炸出了一个60厘米的大洞。这是确凿的证据，证明碎片撞击造成的破坏导致了哥伦比亚号的毁灭以及它的船员的损失。这是最后一次航天飞机发射，此后航天飞机计划永久退役。从那时起，宇航员一直通过俄罗斯的联盟号计划进入太空，现在是 SpaceX 的火箭。我们希望您觉得这段视频很有趣，并了解我们进入太空的男女有多么勇敢。请继续关注这频道以获得更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内容，并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